来一套新的玩具 Robot Hero 出品的这一套忍者神龟的配件包。可以说忍者神龟其实也算是80后一代人的情怀感吧。而且忍者神龟这个题材呢，也算是经久不衰吧。从80年代到现在啊，一直也是在出各式各样的动画版和电影版。那自然对于80后来说，情怀感自然是87版的那个忍者神龟了。而且在当时动画片里边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脑洞很大的载具啊，还有一些装备系统啊什么的。但可惜呢，其实很多在动画片里边镜头出现过的载具，后续的玩具很少出吧。但也有一些啊，至今来说已经是非常稀缺的版本了。今天我们来玩的这一套配件包就是忍者神龟的这个滑板车。这个东西其实在动画的第6集里边出现过吧。然后下边的这个捕鼠器这个啊，其实当时在 FC 的游戏时代也出现过登场，作为杂兵登场的。这个应该是在很早吧，第2集是第3集的时候啊，这个就已经出场了。所以呢，很经典的2个小配件吧，一个神龟载具，一个神龟的相当于对手吧。捕鼠器这个啊，倒是在很多的公司的出品神龟玩具里边倒是有出现过。滑板车这个倒是挺稀有了，唯一市面上面现在能找到的应该就是在88年出品的一套吧，下边还有一个大角的那个啊，不过后续的好像再也没见过了。盒子的包装并不算太大吧，侧面这里玩具实物的峰会啊，正面这里是一个窗口，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我们直接来上玩具。产品的实物大概就是这样，当然是不包含这2只乌龟的。这俩乌龟正好是6寸的这种人偶嘛，它这个滑板是可以搭载所有相关的6寸人偶的，它们接口都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滑板上边有3个凸起可以安插。其实整体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吧，比例方面还有载具的形态方面，包括涂装这些东西做的倒是都挺到位的。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细致的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个很小巧的捕鼠器了，小时候我爱叫这个玩意儿机器狗啊，但是总觉得它像一个小狗的存在啊。其实在动画片里边应该是逮耗子的啊。整体来说的涂装非常的漂亮，可能我把镜头调暗一点能看得出来吧。它全身是上了那种珠光漆的效果啊，和嘴巴里边的这个塑料原色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身上有融入合金件，小腿的部分还有脚趾的部分，脚趾头有多段的活动关节，后边这些都是合金的，所以这个质感是挺强烈的。而且拿在手里的分量嘛，也是有一些的，很可爱。可动关节的部分，嘴巴可以闭起来张开，范围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，可以把嘴张到这么巨大。头部这里是一段球形关节，脖子的根部也是一段球形关节，所以这个活动范围非常的不错啊。腿的这个大腿胯部这里也是一个球关，可以外八字的这样打开，然后根部这里的旋转，当然待机状态可以把腿给那么收起来啊。脚踝这里、脚趾尖这些地方都可以活动，所以呢可动的范围也不错，甚至你可以摆出一些很灵性的姿势，挺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吧。滑板车的本体其实也是很有分量感的，这一回有合金件的融入啊，滑板的根部这里有一个合金的大块，也是为了给它增加配重吧。还有就是后边这里类似于发动机的部分啊，这里是一个合金块，尾部的螺旋桨是可以动的，吹一口气滚动的还不错啊。倒是这个螺丝放在这里挺碍眼的，不过轮子的滚动很不错，很滑溜。一侧这里有刻画排气筒，上面有一些枪铁丝的涂装，前方这里还安装了一个灯，里边装上电池以后可以发光的，可以照亮。在动画片里边这个东西确实也有登场过，第6集里边他们在下水道里边赶路的时候就乘坐的这个滑板车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小东西，就是这个遥控器啊，也是当时动画片里边出现过的，这个应该是操作那个捕鼠器的一个，这当时科学家用的一个遥控器吧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拿在乌龟的手里边。好了，简单的互动一下，摆一个小场景出来啊，其实还是挺可爱的，尤其搭配了这种6寸的神龟人偶放在这里看的效果也是相当带感的，不管是徕卡还是 SHF 它都可以互相的兼容。
所以呢，翻回来就是说，现在忍者神龟这个题材虽说是一个挺长寿的经典动画吧，但是相关的玩具产品出的倒不算太多啊。当然也有吧，但主要是以神龟的造型为主，而其他的一些载具啦，包括装备这些啊，可能也只能靠这些第三方的厂家来出了。所以呢 Robot Hill 的这一套神龟的滑板车也是对着光闪闪发亮的。尤其捕鼠器方面啊，我很喜欢这个捕鼠器在危险细节的地方融入了合金件，包括它的一些珠光漆的效果涂出来也是非常亮丽。其实用肉眼看的话，会比镜头里边看来的更好看一些吧。那么这一套 Robot Hill 出品忍者神龟的配件包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么我们下集再见。